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5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俄罗斯宣布对拜登和特鲁多实施制裁。据俄罗斯外交部报道，俄罗斯政府今天宣布对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实施制裁。针对美国的制裁，俄罗斯政府周二报道称，从今天3月15日星期二开始，除了美国国防部长和几位美国政府机构负责人外，他还对拜登和布林肯实施了对等制裁。为了应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除了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以及各个机构的负责人和知名的几位美国负责人都被列入俄罗斯制裁名单。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解释说，制裁包括拜登及其政府成员被俄罗斯列入入境黑名单，尽管外交部在其声明中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受影响的人保持官方联系。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声明说，如果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不会拒绝保持官方联系。我们将处理黑名单所造成的问题，如有必要，将在首脑层面进行讨论。制裁影响到至少13名美国政府官员。俄罗斯外交部还宣布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加拿大议会议员实施制裁。CBC News， 加拿大将针对俄罗斯强化北极主张。国防部长 Anita Anand 正计划前往北极，因为他召集了北极国家的盟国同行，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下该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联合讨论。阿南德告诉 CBC 新闻，他周五与3位地区总理谈到了他访问的意图。这位部长说，他还在与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的国防部长进行持续讨论。他将很快推出一项支出计划，使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 NORAD 现代化。这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一个双边组织，旨在保卫非洲大陆免受空袭。渥太华已承诺与美国合作，用包括下一代超视距雷达系统在内的技术取代北方预警系统，该系统可以探测远距离目标。阿南德还表示，渥太华正在购买新的军事装备，包括2艘新的极地破冰船，预计今年将签订88架新战斗机的合同。加拿大周一开始与美国进行北极防空行动，称为贵族捍卫者。该行动将持续到3月17日，其中包括在飞越高海拔人口稀少的地区。北极理事会是一个高级别政府间论坛，致力于解决北极各国政府和土著人民面临的问题，但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工作被搁置。俄罗斯在该理事会是现任主席。从冷战中脱颖而出，以加强因纽特人之间团结的国际行院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将北极宣布为和平区，但可以想象，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战争将延伸到北美北极地区，但它更有可能延伸到挪威附近的欧洲北极地区、巴伦支海和北海。根据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政治和国际法研究主席迈克尔·拜尔斯的说法，加拿大需要在该地区进行更多的监视，但并不是因为该国应该担心俄罗斯可能发动袭击。Global News， 加央行行长，碳税推高通胀半个百分点。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acklem 在全球新闻获得的一封信中告诉下议院金融常务委员会成员，联邦碳税使通货膨胀率上升了近半个百分点。麦克莱姆于3月3日在委员会作证，以回答保守党议员 Philip Lawrence 有关提问，碳税对通货膨胀率的总体影响是什么？他当时没有回复，但他答应向委员会提供书面答复，以下是他周五提供的答复。麦克莱姆写道，我承诺回答碳污染收费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的问题。根据央行的计算，如果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3个主要燃料成分汽油、天然气和燃料油中移除碳税费用，则通货膨胀率将降低 0.4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如果该政策在年初生效，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将是 4.7%，而不是 5.1%。
许多联邦保守党人反对碳税。反对碳税已成为保守党领导层竞选中的一种忠诚度测试。保守党内支持率领先的 Pierre Poilievre 发誓要取消碳税，并指责特鲁多政府导致通货膨胀迅速上升。Poilievre 抨击竞争对手 Jean Charest 在担任魁北克省省长期间引入了碳税。他还抨击了布兰普顿，前国会议员兼现任市长 Patrick Brown， 因为他在担任安大略省进步保守党领导人期间曾表示支持开征碳税。在给财务委员会成员的信中，麦克勒姆重复了他在3月3日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一个观点，即他所谓的碳污染费的年度增长每年使消费者价格指数增加 0.1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增加预计将成为联邦政府将在今年春季预算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加拿大房产市场可能接近转折点。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的数据，加拿大的平均房价在2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0% 以上，至816720加元。销售额较1月份的平静期增长 4.6%， 这要归功于新房源增长 23.7%。虽然销售强劲，但比2021年2月创下的纪录低 8.2%。大多伦多地区、哥伦比亚省的弗雷泽谷和卡尔加里领涨。CREA 一直期待新上市的热潮，但主席克里夫·史蒂文森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会持续到春季。新供应量在2月份大幅反弹，这与2020年和2021年看到的情况相似。真正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短期内，预计至少还有1个月的销售强劲，因为大多数新房源在月底左右上市，因此许多相关销售可能要到3月初才会发生。CREA 的非季节性调整基准房价指数在2月份同比增长 29.2%， 创下历史新高。未来几个月房源将继续大量上市，再加上更高的利率和更高的价格，市场可能处于一个转折点，价格增长开始放缓，库存在经历了7年的下降后终于开始增加。加拿大央行已经开始加息，并暗示将有更多次的加息，这在历史上抑制了房地产市场的热情。从根本上说，浮动利率仍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上涨到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程度。银行对目前较低利率的预批准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取消。但市场情绪会在突然之间发生改变。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